如果不是林心如在生日宴会上的这番操作，或许大家永远也不知道，表面冰清玉洁的她，原来内心竟然如此疯狂。2015年林心如过39岁生日这天，经纪人送了她一个特别的礼物，请来了一堆肌肉帅哥为她助兴。一向喜欢帅哥的林心如当场两眼放光，迫不及待地和肌肉猛男们互动起来，放飞自我的程度令人瞠目啧舌。自林心如出道以来，清纯玉女的形象深入人心，只不过人不可貌相，林心如实际上是一个很疯狂并且很会伪装的女人。而林心如做过的疯狂之事可不仅仅只有这一件。其实林心如一直以来都不是什么清纯小白兔，玉女人设和清纯的荧幕形象只是为了讨观众喜欢罢了。在高中的时候，林心如就经常因将校服裙改短和穿黑色丝袜而违反校纪校规，逃课、染头发、打耳洞、吸烟、早恋对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妥妥的不良少女。要不是接触到广告行业，恐怕她就要成为一名女混混了。1994年，林心如在经纪人的帮助下出演了《校园敢死队》中的女主角。次年，此剧播出，林心如正式出道。当时和她搭戏的是金城武和林志颖，能和两位大帅哥搭戏，这让作为颜控的林心如欣喜不已。在拍摄过程中，林心如和林志颖因戏生情擦出爱火，迅速坠入了爱河。双林恋曾轰动一时，林心如跟林志颖也一度被称为是金童玉女。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走到哪都腻歪在一起，满屏都是粉红色泡泡。可惜好景不长，拍完这部戏后，林志颖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他只能暂时告别娱乐圈前去服役。林志颖去服役之后，因为纪律森严，假期也比较少，平时很少有机会和外界联系，难免对林心如有所冷落。耐不住寂寞的林心如忍受不了异地恋，提出了分手。有意思的是，尽管两人分了手，但依旧是好朋友，私下也时不时有联系和合作，就连在节目上同台也零隔膜。或许这就是林心如的厉害之处，她能在分手后和前男友们相处融洽，把每位前男友都变成人脉和资源。1996年，林志颖服兵役结束重新复出，而林心如的事业也迎来了春天，分了手的两人各自辉煌。这一年，林心如得到琼瑶儿媳妇何秀琼的赏识，成为何秀琼旗下的签约艺人。琼瑶经常会到儿媳妇公司视察，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电视剧的女主角人选。1997年，琼瑶正在筹拍《还珠格格》，她来儿媳妇公司选人时，看中了长相甜美可人的林心如，邀请她出演三亚公主一角。能出演琼瑶剧是可遇不可求的，尤其是对林心如这样的新人演员来说，她想都没想就直接应允了下来。当时琼瑶原定李婷宜出演小燕子，赵薇出演紫薇，林心如出演三亚公主，但事与愿违，李婷宜为了拍摄《少年方世玉》，拒绝了琼瑶的邀约，放弃出演小燕子。李婷宜的弃演让琼瑶对人选有了重新的规划，经过深思熟，她决定让赵薇演小燕子，林心如演紫薇，范冰冰演金锁，张恒演赛亚。这番改动阴差阳错取得了不俗的效果，《还珠格格》一经播出反响热烈，创造出收视率中国第一、亚洲第一、重播率最高等多项纪录，各位主演也因此一战成名，红遍了大江南北。林心如的紫薇格格也成了无法超越的经典，温婉灵动、冰清玉洁的形象深入人心。自从出演了《还珠格格》，林心如就成了琼瑶身边的大红人。2001年，林心如再次主演了琼瑶民国剧《情深深雨蒙蒙》，她在剧中饰演善解人意、心地善良的如萍。《情深深雨蒙蒙》播出后，成为了年度收视冠军，林心如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白月光，圣洁纯净，人畜无害。值得一提的是，林心如和苏有朋因《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结缘，两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关系很好，经常出双入对，传出了不小的绯闻。当记者询问两人的关系时，林心如表示自己对苏有朋很有好感，而苏有朋也夸赞林心如是自己心目中的白月光。林心如和苏有朋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过，外界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心如曾和苏有朋定下过一个40岁之约，如果40岁的时候男未婚女未嫁，那两人就在一起。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说的好听是40岁之约，说的难听就是备胎之约。也许苏有朋从来都不是林心如的第一人选，前脚林心如才和苏有朋定下40岁之约，后脚他就和唐季礼爆出恋情同游泰国。2002年，名导唐季礼和央视合作筹拍电视剧《男才女貌》，为了找到心目中合适的人选，唐季礼开启了全球选角。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挑选，他选中林心如出演女主角，男主角则是由陆毅出演。
同样是在这一年，唐季礼和林心如一起去泰国玩，被媒体拍到两人举止亲密，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众人一头雾水，明明是林心如和陆毅一起演情侣，怎么男女主没因戏生情，反倒是林心如和导演上演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情缘。林心如和唐季礼没有否认这段恋情，唐季礼的哥哥更是对记者表示，两人已经见过家长，随时可能结婚。经过网友们的深扒后，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原来林心如和唐季礼早在2000年就认识了。唐季礼表面上打着全球选角的名号挑选女主角，其实早就内定林心如了。而深受唐季礼提拔的林心如也顺势投入了唐导的怀抱。背靠大树好乘凉，傍上了唐季礼之后，林心如的资源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她也一跃成为圈内当红女星。林心如和唐季礼在一起8年，也同居了8年，感情一直很稳定。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一定能步入婚姻的殿堂，结婚是迟早的事。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众人等来的不是他们的喜讯，而是分讯。2008年，林心如和唐季礼宣布分手。至于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唐季礼在拍戏时勾搭上了别的女演员，并且迟迟不愿意把林心如娶回家，导致两人渐行渐远，8年情断。不知是被唐季礼伤害得太深，决定好好享受人生，还是说本性如此。跟唐季礼分开以后，林心如放飞了自我，做尽疯狂之事。林心如凭借在娱乐圈积攒的人脉和名气，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自己当投资当制片人，拍摄了不少电视剧。作为投资人的林心如，在拍戏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和她搭戏的男演员必须要长得帅。而且不难发现，只要被林心如看中的男演员，都会安排和她有吻戏，很多吻戏还是她自己要求加的。比如拍《情史皇妃》时吻古装美男子严屹宽，拍《姐姐立正向前走》中吻完汪东城吻胡兵，拍《秀丽江山》时吻袁弘，拍《16个夏天》中吻杨一展，拍《我的男孩》时吻了张轩睿又吻高胜元。由于疯狂喜欢和帅哥搭戏，疯狂喜欢吻帅哥，坊间盛传一句调侃圈内的帅哥就没有林心如没吻过的。当然了，也有颜值不够和林心如有吻戏，结果却被林心如黑了很久的。早前在拍《还珠格格》时，林心如被导演安排和周杰有一场吻戏，明明是按导演要求争吵接吻，结果林心如因为不满意周杰的颜值，在综艺节目中到处宣扬周杰强吻她。几乎每上一个节目，林心如就要说一次，还在人前表现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刚开始周杰以为林心如是受了节目组影响，有台本要她这么说，加上出于对她的名声考虑，所以一直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解释。可哪怕周杰退圈后，林心如依旧不肯放过他，动不动就拿这件事情炒作做文章。忍无可忍的周杰终于发文回应，自己从来都没有强吻过林心如，并且剧组的工作人员和导演也站出来力挺周杰，没那回事。被冤枉多年的周杰才终于沉冤得雪。也许对作为接吻高手的林心如来说，她不是不喜欢接吻，她只是不喜欢和不帅的男人接吻。诬陷周杰强吻一事水落石出之后，林心如的口碑崩塌，她以往的那些黑历史也一一被扒了出来，被人诟病人品极差。高2的时候，林心如为了拍广告，谎称自己的外公去世了，被父母发现撒谎还不知悔改，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外公又不是真的去世了。等进了演艺圈，只要有人惹林心如不爽，或者说看不惯别人比她红，她就会扎小人诅咒别人。有一次拍节目时，节目中在林心如家中发现了一个写着赵 W 名字的小人偶，人偶上面扎满了缝衣服用的针。林心如只是轻描淡写的表示自己整蛊扎着玩的，像这样的事情估计林心如没少干，不然怎么能脸不红心不跳如此平淡。当得知偶像木村拓哉结婚的时候，林心如更是放言诅咒他迟早会离婚，并且恶毒的猜测木村拓哉的孩子可能不是亲生的，他和妻子迟早会离婚，就算他不离婚，自己还是想当他小三。虽然不知道林心如这番话是不是有开玩笑的成分在里面，但这种虎狼之词实在是令人觉得很下头。2015年，林心如举办了39岁生日派对，经纪人知道林心如喜欢帅哥，于是便请来了5个肌肉帅哥为她庆生。在派对上，林心如按耐不住内心的欣喜之情，和帅哥们玩得很嗨，甚至在第二天登上了娱乐新闻头条，清纯的形象大打折扣。对于生日宴上和帅哥寻欢一事，林心如把锅都甩在了经纪人身上，被人大骂又立又当。39岁的生日宴可以说是林心如最后一次狂欢了，不为别的，只因她还有1年就40岁了，如果她还没找到白马王子，就要和苏有朋在一起了。苏有朋的颜值还没有达到林心如的要求，
更何况他的吸金能力也没有自己强。林心如自然是不愿意守约，于是他加紧了寻找如意郎君的步伐。正当此时，林心如瞄中了言承旭，想要把言承旭从林志玲手中抢过来。可惜这段绯闻恋情犹如昙花一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到了2016年，林心如即将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这一年，她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霍建华。霍建华和林心如早在2005年就因地下铁相识，后来两人又合拍了《倾世皇妃》。不过多年以来，他们以朋友的方式相处，并没有擦出爱火。2016年，相识多年的两人日久生情，从朋友变成了恋人。兴许是感情升华的太快，林心如怀上了霍建华的孩子。之后就是结婚生娃一气呵成，林心如带球嫁给了霍建华。同年5月20日，林心如工作室微博确认林心如与霍建华的恋情。7月5日，林心如工作室微博宣布结婚喜讯。7月31日，两人在巴厘岛举办婚礼。可能是因为林心如的人品和口碑不是太好，自从她和霍建华结婚后，霍建华的路人缘大不如前，甚至有很多网友不明白霍建华为什么要娶表里不一的林心如。其实像林心如这样表面冰清玉洁，实则随着玫瑰的故事的广泛传播，网友们深入挖掘出他早期的幽默片段，逐渐揭开了他更为真实多面的性格面纱。若以某种传统形象作喻，霍建华独有的风范宛若一位就是严谨干部，既展现出深沉的认真与一丝不苟，有暗含一丝不易察觉的幽默风趣。在非常近距离接受采访时，霍建华又解释了一遍自己平常总是一个人吃饭，是因为约不到人，家人也不在身边。说着说着，情绪上头一度哽咽，诚恳地对影迷说：“别人怎么伤害我无所谓，但我对你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看得观众忍俊不禁，和无法接受吃货二字的心理一样。霍建华从不称呼喜欢自己的人为粉丝，只叫他们影迷。他说粉丝是拿来吃的，作为人的称呼不尊重，包括粉丝给他留言时说到脑补，霍建华会理解成用中药补身体。对待各种流行文化，霍建华的认真和古板自带幽默感，因为他很少上网，不打游戏，甚至不用微博、QQ 这些社交媒体，平时只看社会新闻，就连好友吴奇隆和刘诗诗的恋情，他都是看报纸才知道的。在吴刘的婚礼上，他还自曝曾经问过吴奇隆为什么总是和刘诗诗合作，不会觉得烦吗？没想到吴奇隆那时已经和刘诗诗在一起，只有他不知道。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开通微博，坐在旁边的杨幂忍不住抢答，他受不了别人骂他，他会偷偷躲起来哭。当时大家都以为杨幂在开玩笑，直到人们知道他是个被叫吃货也会哭的敏感美少年，也难怪《玫瑰的故事》热播后，林更新饰演的角色太可恨，引起众怒。但因为他太能对人，没人敢去骂他。网友锐评：幸好不是霍建华，他可受不了。林更新被骂是来活了，霍建华被骂是不活了。霍建华的老干部作风也渗透在与粉丝相处的日常里，不让粉丝多花钱是老干部霍建华的第一原则。同时他也不支持粉丝追星，有粉丝把自行车扛到现场送给他，他坚决不收，最后在坐垫上签了名让粉丝搬回去。有记者问，要是粉丝送豪车给他怎么办？霍建华斩钉截铁地说，打死他，我会打死他的。你这样怎么对你的父母交代？甚至有粉丝送他毛巾，他退回去之后还留下说明书，因为他以为那是粉丝写给自己的信。要是遇上粉丝晚上去探班，他会穿着背心大裤衩直接开训。为什么要来？怎么来的？家里人知不知道？这么晚当心黑车把你们拉走卖掉。讲完道理再给粉丝打车，安全送他们离开。霍建华这种认真古板的老干部作风的另一面是不顾他人死活的直言不讳。杨幂问他自己是不是变美了，认真考虑再三，霍建华说，这个仔细想想还是比较抱歉，并没有。别人问他最想拥有超能力是什么，他说想叫谁闭嘴就闭嘴。霍建华还给自家的猫咪起名叫狗妹，网友也算猫狗双全了。放在互联网语境里，
霍建华这种平静的风感和当代网友爱玩的抽象重合了，为他在饱和的内娱中开辟出新赛道。古板中夹杂着一丝可爱，一本正经中掺杂着一丝幽默，让人越看越爱。回顾霍建华的成长经历，老干部作风似乎有迹可循。他出生在台北的一个公务员家庭，爷爷和父母都在法院工作，哥哥也是警察。成为演员的他，在家族中算是个另类，也是霍建华意料之外的事。在儿时的霍建华眼中，自己的家庭并不幸福，父母性格不合，争端不断，吵架是家常便饭，长期承受父母的高压情绪。霍建华从小就很会察言观色，他能敏锐地感知到周围的气氛，察觉到情况不对，会立马安静下来。父母离婚后，霍建华的性格也越来越孤僻，他很少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放学时就跑到家附近的公园待着。在那个对于离婚不算包容的年代，霍建华因为父母离异感到自卑，而自卑浇灌的是他内心对一切事物的悲观。年少的叛逆成为他宣泄负面情绪的途径，他成了学校里的问题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经常逃课去打篮球，但也因为外貌出众，一度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那时他唯一狂热的爱好就是唱歌，家住4楼，哥哥常在1楼就能听见霍建华的歌声。但谁也没想到，霍建华没有成为歌手，反倒成为演员。16岁时，霍建华开始在酒吧驻唱，隔年进入传播公司半工半读，给主持人曾国成当助理。日常的工作不仅要跟着曾国成四处跑通告，也要承包一切琐碎的事情，端茶倒水、买槟榔、送文件。他也尝试去兼职做服务员、搬货工、清洁员。霍建华尚未成年，就见识了演艺圈里的勾心斗角。有一次，他联系的一位明星迟到了，电视台高层非常生气，那位明星却把责任推到霍建华身上，抱怨是他时间通知错误，让霍建华去给领导道歉。彼时的霍建华人微言轻，只能照办，可领导并不领情，让霍建华站在门外等着，直到这位领导消气后，事情才结束。这段经历让霍建华意识到，这个圈子的底层是毫无尊严可言的。于是为了生存，他暂时选择了唱歌之外的另一条路径。2002年，正是台湾偶像剧兴起的时期，彼时的霍建华刚刚服完兵役，遇上电视剧《摘星》招募男演员。非科班出身的霍建华虽然对演戏一窍不通，但以颜值取胜，争取到男2号的角色。23岁的霍建华凭借这部电视剧正式出道，开始得到更多机会。也是这一年，他以惊人的速度产出多部作品，12个月拍摄7部偶像剧。那时，霍建华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凌晨到家，快速洗澡，只睡2-3个小时，起床回剧组，从早晨6点拍到凌晨3点。当时的他没有助理和司机，一开始自己骑摩托车赶拍摄，后来贷款买下一辆小汽车，在台北、台中、台南3个地方连轴转。一次等待开拍时，正在吃早饭的霍建华直接昏睡过去。清洁阿姨看见霍建华手里的牛奶洒了一地，还以为他死了。甚至有一次赶往下一个拍摄的途中，霍建华在高速上睡着，险些出了车祸。功夫不负有心人，海豚湾恋人播出后，霍建华20几岁嫩得能掐出水的神颜彻底出圈，那种无辜的破碎感让观众一秒沦陷。霍建华乘着台偶的东风资源飞升，名声大噪，有唱片公司趁着热度向他伸出橄榄枝，曾经的梦想唾手可得。2004年，霍建华发行了自己的第1张专辑，开始名利比他预想中来得更快，然而代价是赶不完的歌曲通告、宣传采访。内向型人格的煎熬让霍建华开始思考，这一切是否是自己想要的。每天都在拼命工作，没有生活，也失去了自己，包括曾出演的电视剧，千篇一律的剧情和角色，模式化的表演让他的演技毫无进步。
他说，演着演着，有时候忘了在哪个剧组。霍建华觉得自己的目标并不是成为偶像，外界的追捧愈发火热的时候，霍建华突然停下，转而走上另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2004年，霍建华在最当红的时候，选择北上到大陆发展，褪去偶像光环，转变是瞬间的，待遇也是肉眼可见的下降。霍建华记得刚到大陆时，和一位导演见面聊剧本，地点约在一间破败的小酒店，房间里烟雾缭绕，还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聊完，剧组就安排霍建华住在这间屋子里。那几年，霍建华几乎有戏就拍，除了必要的宣传，他很少曝光自己，默默躲在角色背后，开始自己蛰伏。他接到的第一个古装角色是《天下第一》中外表冷酷内心柔情的归海一刀。他几乎每晚都躲在房间里背剧本，自己排练。有时拍戏的疲惫与焦灼袭来，他翻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人倾诉。一次父亲去探班，刚好看见霍建华拍摄的一场武打戏，对手踩在他的头上，整整重拍了35次。3年时间，霍建华拍摄了10多部作品，一年中有300多天泡在剧组里。他在《武十郎》中穿上了女装，荷官之林在《座头》中出演大尺度镜头，还与孙俪合拍了《屋顶上的绿宝石》。他在各类角色中游走，气质脱俗，风衣落落，人们开始记住霍建华这张脸。而真正让他拥有姓名的是2009年《仙剑奇侠传3》中的虚长卿。他与紫萱之间的爱恨情仇纠缠了3生3世，无数观众为之遗憾。这部剧堪称现象级仙侠剧，在当时还捧红了杨幂、唐嫣、刘诗诗，还有遭遇车祸之后的胡歌。直到今天，仙剑仍旧是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而剧外，霍建华和胡歌的神仙友情也让观众磕起了 CP， 是胡不是霍，是霍躲不过。两人合拍的杂志写真创造了5分钟卖出1万册的记录。大爆剧《花千骨》让霍建华获得国民上线的头衔，也让他成功跻身一线明星的行列。然而，霍建华事业的巅峰期仅仅持续了1年。2016年5月20日，他突然官宣与林心如的恋情，而他上一段公开承认恋情还是2003年拍摄《千金百分百》与陈乔恩结缘的时期。很多人问过他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霍建华和林心如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是缘分。一向低调的霍建华在官宣恋情那天，牵着林心如一起去吃火锅，又悄悄去看林忆莲的演唱会。霍建华与林心如在林忆莲演唱会现场，在现场被媒体抓个正着，两人在围观中一起逃走。霍建华和鲁豫讲起这段经历时，笑意难掩。第二天晚上，他就和林心如求了婚，仅仅公开恋爱2个月，两人就结婚了。婚后，霍建华尝试出演的几部电影《28岁未成年》《逆风营救》《捉迷藏》大约在冬季均反响平平。5年间，人们只能得到与霍建华有关的只言片语。林心如说他成了女儿奴，还背着自己带女儿悄悄吃冰激凌，也有人拍到霍建华带着女儿出门，走几步就要抱着她亲一亲，俨然与当年那个禁欲系男神判若两人。直到最近《玫瑰的故事》开播，人们才再次看见霍建华。今年他还有2部待播剧，付出的价是十分明确。霍建华曾说，我不会交际，不会攀关系，我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只有作品是我的支撑。出道21年，他始终与汲汲营营的娱乐圈划清界限，也从未忘记自己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有戏就好好上班，没戏就去做生活中的普通人。他承认自己是个非常玻璃心的人，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会时刻保持自省，对娱乐圈的名利始终保持着疏离与审慎。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霍建华依旧会想起自己刚出来拍戏时的境遇，一个人住在发霉潮湿的小旅馆里，在剧组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他暗下决心，1年也好，3年也好，10年、20年也没关系，我一定要在这里得到该有的尊重。很久之后，他做到了，但他还是对自己说：“你还差得很远。”